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前一阵呢，我做了一些 Uniqlo 的联名款的开箱哦，就不断收到朋友的留言问我，他们的联名款好多啊，什么一会儿 C 啦，一会儿 U， 搞也搞不清楚，有区别吗？还是说根本没有区别，只是故意挂了不同的名字来骗我们钱呢？其实还真的不是哦。优衣库的这几个联名款呢，各有特色。不仅呢剪裁面料各不相同，定位也不同，针对的人群也不同哦。本来呢我自己做 marketing 就有16年的时间哦，就蛮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的。那今天索性就分享一期影片，来看看优衣库的4大联名款到底有什么区别，可以帮助我们呢在买的时候呢更快更准的找到适合我们的产品。老规矩啊，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呢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全球更新更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的穿搭小技巧，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2年大火的 Uniqlo C 系列。这个系列的推出呢，我觉得是因为之前优衣库呢和 Gisanda 合作了一个加贼联名款，大家肯定都有印象。那个系列真是火爆到不行哦，可惜前2年呢，双方结束了合作。我估计呢是为了填补这个加贼合作款的空缺，所以优衣库呢就找了英国设计师 Claire Keller 推出了 Uniqlo C 系列，而 Claire 的首字母呢就是 C， 所以很容易记住吧。Claire Keller 呢曾经在 Chloe、Givenchy 都担任过设计总监，无论是资历啊还是设计的功夫啊，都可以说是顶流的存在。而这个联名款的风格呢，我觉得是设计师本人风格最好的体现，可以总结为简约、摩登、优雅，强调极简主义又不失精致的细节，特别适合轻熟女穿。设计师呢擅长将柔美的女性气质和略带中性的廓形设计结合，打造刚柔并济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另外啊，这个系列的面料呢，也是它所有联名款里面用的面料最高档的。比如说我之前呢就入过这一件灰色的针织马甲，是100%全羊绒的，在其他联名款里面呢都是看不到这样高级的面料的。这不仅契合了当下 Quiet Luxury 轻奢主义风格，而且呢，这一些联名款的单品都蛮有质感的，买一件呢可以穿很多年，也符合现在当下很流行的长期主义的概念。市场上的轻奢品牌呢，一般定价呢都是比较高的，而 Uniqlo 本身呢就是以平价著称的，可以说呢这个 C 系列是平价版的轻奢风，也难怪一经推出呢就大受欢迎。这个系列呢才推出2年哦，潜力巨大，我目测呢在今后几年依然会是 Uniqlo 的重点扶植对象。C 系列呢，我也买了不少单品哦。除了这一件灰色的羊绒针织马甲之外呢，我身上这件白衬衫也是这个系列的。你会看到它的面料呢是软软的，而且是半透明的，所以蛮有那种女性柔美优雅的气质。而衬衫本身呢又是很干练利落的，所以呢2个不同的风格可以互相冲撞啊。就很有那种现代都市女性那种感觉，低调内敛，上身呢就很大牌，所以我蛮推荐呢轻熟女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朋友呢，就盯着这个 C 系列买，基本上呢是不会踩雷的。接着呢就是 U 系列了，可以说是优衣库在最近几个联名款里面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系列了。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U 系列呢是由 La Mer 的双人设计师组合 Christopher La Mer 和 Sarah Lynn Tran 操刀的。那这里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La Mer 这个比较偏小众的法国品牌哦。它呢相当有辨识度以及有风格感，品牌深受日本禅意和东方文化的影响，有一种独特的清冷和内敛的感觉。在如今大牌呢抄来抄去的这个年代哦，我觉得它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是比较罕见的品牌之一了。
他家的单品呢，配色都很柔和，饱和度低，版型宽松，讲究比例平衡。大部分单品都是男女都可以穿的，充满现代感和独立精神。而 U 系列呢，可以说是 La Mer 的完美平替，低调又松弛。它呢也是主打一个中性风格，上身就很有自己的腔调，可以说呢是进阶版的基本款。我们先来看 La Mer 的配色，我自己买了不少他们家的单品就会发现他们家的配色呢都特别的有讲究。你看他们的配色呢就很少有那种简单的黑白灰不会像 C 那样，而是呢一点点彩色，但是呢这个颜色的饱和度非常的低，眼睛看上去很舒服，低调内敛，而且他们很多配色呢都是从大自然里面汲取出来的灵感。无论是这种看上去像红豆粥一样的颜色，还是这样的灰绿色，看上去呢都好像平平无奇但其实非常的难调。上身呢也会有一种很独特的美感一看呢就很La Mer风格。那我还去考古了一下发现呢原来U 系列以前呢还出过相对比较浓烈的颜色，但是呢依然饱和度是不高的，眼睛看上去很舒服，美的就像油画一样。不仅颜色好看剪裁也很厉害，和 La Mer 一样，U 系列呢大部分也都是男女同款。绝对得到了 La Mer 的精髓以简洁的廓形为主，用干净的线条和考究的比例展现现代极简风格，但是呢又不是简单的把衣服做大而已，而是营造出流畅的线条感。上身呢就自带欧洲品牌那种奢华魅力，好迷人的。那么在我呢入的这些 U 系列里面也是每一次穿呢都会被大家问哪里买。那其中我最爱的呢就是这一条红豆粥的裙子，以及呢这一件红豆粥毛衣搭配在一起呢让人眼前一亮也突破了我的舒适圈入选了我2024年的最佳穿搭之一温柔大气。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分享很多我的同款最新最好的折扣等等，我也会把链接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三个联名系列呢，那就是 Uniqlo 和 JW Anderson 的联名款了。设计师呢是人称时尚金童，来自英国的 Jonathan Anderson。他呢也是 Loewe 的设计总监，也有自己的品牌叫做 JW Anderson。这个系列呢结合英国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感，强调活泼和实用的平衡，配色更明快，风格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更年轻，更活力满满。这个系列里面呢经常会出现苏格兰格纹、牛角大衣等元素，一看呢就很有英伦风情了。其实说实在话，我对这个系列一开始也是蛮抗拒的，因为总感觉看上去好年轻不适合像我这种45岁的老阿姨，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其实只要好好挑选，还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单品比如说这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吧，我在前不久刚刚发布的2025春夏流行色里面就穿着这一件衬衫给大家分享了这支影片结果留言清一色都在问我这件衬衫哪里买真的很好看的。那还有呢，就是在2025年早春系列里面的这一件深蓝色有一点点学院风的西装呢，我也很喜欢，这次我也收了。上身呢就可以给我比较严肃的日常穿搭呢增加一点学院风气质，看上去呢更年轻减龄，而且呢还有一点点酷酷的气质。另外呢，这一件是快干面料的，机能性也很好，夏天穿的不会觉得闷热的。这一件呢，我目测在今后的穿搭里面的利用率会非常的高。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英伦范儿，那还有一种风格呢，肯定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法式风情其实在之前的 Uniqlo 和法国超模伊娜女神呢，曾经有一个联名款，一共合作了10年。
不过很可惜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为了填补这个空档呢，优衣库和法国品牌 Comptoir des Coordonnées 推出了联名系列。Comptoir des Coordonnées 我们就简称叫 CDC 吧。它于1995年呢成立于法国，风格就比较实穿，又很优雅，价格呢也不算太贵。它在2005年的时候呢就加入了 Uniqlo 的母公司迅销集团。可以说呢，这一次的联名是同一个集团里面2个姐妹品牌强联手。这个联名款的风格呢，就是主打一个法式，加上一点点都市感。设计灵感来源于巴黎女性的日常穿搭，既随性又精致，注重实用和时髦的平衡。通过简单的线条、柔和的色彩和考究的法式细节，打造出适合各种场合的单品。同时呢，又强调舒适感，又不会过分的随意，体现都市优雅。经典的中性色调，比如说米白色啊、浅灰色啊、海军蓝啊，柔和的条纹元素等等加以点缀，让整体风格呢非常的耐看。我在去年秋冬的时候呢，就入了一条CDC 系列的灯芯绒灰色长裤，非常的爱，我觉得是优衣库到现在为止做了版型最适合我的一条长裤了。而灯芯绒呢，本身就是法式穿搭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单品所以非常的满意，也相信在之后的这个 CDC 联名系列里面呢，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上呢就是 Uniqlo 4大联名款各自的特点了。我们总结一下 ，C 系列呢优雅有质感，面料最好，擅长将女性的柔美和利落的版型相结合，可以说是平价版的劲奢风。U 系列呢是 La Mer 的完美平替，内敛松弛，大部分都是男女同款，潇洒利落，很有辨识度，是基本款的进阶版。JW Anderson 系列呢，就是偏年轻活泼，很有英伦范儿，配色呢也更加明亮一点。CDC 系列呢，那就是很有法式风情的，常常呢会在一些实用单品中加入一些法式单品的小细节，让人会心一笑。大家最喜欢其中哪一个联名款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以及全球最新最好的折扣，包括一些穿搭的小技巧。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等你来玩。对了，我这个频道呢已经超过8万多的订阅者了，下一个目标呢就是10万了。那也请大家帮忙点一下订阅，我真的很想达到10万，像一个里程碑一样的。那就先感谢大家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